提到冲锋枪，估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MP5， 在近100个国家服役，属于冲锋枪领域的王。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 ，HK 公司就认为 MP5 有些拖后腿了，年龄太大，设计也有些落后，看起来很帅的上膛方式也只是中看不中用。于是 HK 公司就推出了 UMP 系列，以取代 MP5。UMP 系列比 MP5 更省钱，精度不比 MP5 差，后坐力也可以接受。只是从结果来看， HK 公司推出的 UMP 系列不仅没能彻底取代 MP5， 反而有些后继无力。问题来了， UMP 系列的真实性能如何？为什么一款性能更好的冲锋枪没能取代 MP5 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美军选定9毫米的手枪作为制式武器。或许是因为美国人的.45情节，在特种部队中依旧使用.45手枪 MK23 替代威力较小的 M9 作为自卫武器，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子弹不能通用。美军特种部队所使用的冲锋枪依旧是9毫米的 MP5， 在后勤供应方面有所不便，而且特种部队的任务需要经常使用消音器，9毫米属于超音速弹药，与消音器不搭。为了达到消音的效果，通常配备亚音速弹使用，威力呢又低了一个档次。相比之下，.45本身就是亚音速枪弹，在加装消音器之后，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消音效果。由于以上这2个原因，美国特种部队希望拥有一款.45口径的冲锋枪。在美国内部，也有很多专业冲锋枪使用者表示，如果将 MP5 改造成一个更大的口径，那就更完美了。HK 公司呢也很听劝，推出了10毫米口径的 MP5， 但是美军并不满意，要求 HK 公司研制一种.45口径，性能不低于 MP5， 可以直接安装消音器，单价不超过900美元的新型冲锋枪。而 HK 公司也一直想找一种更经济、更现代化的产品去取代 MP5， 从而赢得更多的订单。从性能方面考虑， MP5 虽然精度高，后坐力低，用起来也很舒适，但是这款冲锋枪的年龄有点太大了，使用的还是金属机匣、冲压件和洗削件，重量并不算轻。一把 MP5 冲锋枪的重量至少 2.5 公斤，更重的 MP5 SD3 重量达到了 3.5 公斤。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钢木结构的枪已经过时了，大家都是工程塑料、铝材制成的，造价比金属的便宜，重量也更轻。如果一直保持现状， MP5 会逐渐被其他枪械超越，所以 HK 公司也打算替换 MP5， 与美军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1996年 ，HK 公司着手研制这种.45口径的冲锋枪，成果就是 UMP45。在研制 UMP45 期间 ，HK 公司刚好推出了 G36。为了降低研制风险与研制成本， UMP45 就借鉴了 G36 的成熟技术，二者不仅外形相似，连操作规程都一样。只能说 HK 公司真是老谋深算。G36 推出之后，口碑很好。UMP45 在设计上向 G36 靠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消费者的连带认同原理，为 UMP45 做一个免费的广告。而且 HK 公司向各国推销的 G36 枪组中，包括 G36K 卡宾枪和 C36C 短突，二者的潜在用户就是各国特种部队与特警队，刚好他们呢也是冲锋枪最大的消费群体。UMP45 的设计与 G36 枪组接近，可以简化特种部队的训练，后勤也更简单，相当于将 UMP45 与 G36 捆绑销售，进一步扩大市场。除了这些小花招， UMP45 本身的实力也相当硬。1998年年底 ，UMP45 样枪交付试验，一定程度上来说，该枪是 HK 公司结合全世界使用 MP5 的经验与现有武器原型枪的成果，而 UMP5 的表现也没有让 HK 公司失望。相比较 MP5， UMP45 做了相当多的改动，其自动方式不再是 MP5 的半自动枪击式，而是自由式枪击，即使使用不同口径的子弹，也不会造成任何发射事故。不过采用自由枪击模式的话，也存在射速快、连续发射时很难操控，以及连发精度降低的缺点。为了保证射击精度，于是 UMP45 采用闭膛待机的模式，并安装了射击减速器，把射速限制在每分钟580发，在连续发射时也能减少射弹散布。UMP45 的另一个优点则是大量采用复合材料，除了枪管和枪栓等主要成立部件之外，机匣和枪托等部件都是复合材料，成本大幅度降低。UMP45 的采购价为850美元，比9毫米的 MP5 便宜了300多美元，而一支10毫米口径 MP5 的价格可以购买2支 UMP45。同时，使用复合材料也减轻了枪械重量。
UMP45的空枪重量仅为 2.1公斤，比 MP5 减轻了 25%。当然，轻并不代表不耐用。按照 HK 公司的说法 ，UMP45 的寿命至少可以达到10万发子弹。当然，作为一款新型枪械，方便士兵加装配件的优势自然不能少。UMP45 顶部、护木左右两侧及下侧都可以安装 IS 导轨，可以安装各种符合美国军用标准的辅助装置，比如小握把、瞄准镜、战术灯、激光瞄准具等。UMP45 的枪托还可以向后折叠或者是伸缩。实际使用时，这种多功能的性能使 UMP45 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斗场景，从近距离突击到特种作战都是游刃有余。美军在拿到 UMP45 之后，就对其进行了测试，包括射击场、近战演习等大量实验。在实弹射击实验中，6人操枪发射了2000多发普通枪弹，并且没有对 UMP45 进行任何的擦拭和润滑油添加。仅仅由于枪机前面탄力粘附过多，发生了2次炮壳故障，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可靠性也有保障。毕竟 UMP45 的内部构件大多为塑料件，减少了润滑油的使用，也减少了射击中的故障。并且 UMP45 在连发模式下的射击精度也很高，加上比 MP5 更容易维护，性价比更高。当然 UMP45 也有一定的缺点，最直接的就是弹容量，只有25发子弹，近距离作战时会存在一定的劣势。不过这些小问题不影响 UMP45 的前程。HK 公司推出 UMP45 之后，就被美国特种部队广泛装备，被称为特种兵的标配，完美的副武器，并被多个国家的特种部队与特警队采用。在研发出 UMP45 冲锋枪之后 ，HK 公司又推出了 UMP40 与 UMP9， 三者的结构基本相同，唯一的不同点就是子弹。UMP45 的对象是美国，毕竟点45情节不是说说而已，无论是特种部队还是执法单位都偏爱大口径，而欧洲的主流手枪弹药属于9毫米 ，UMP9 就是用来争夺欧洲市场的。如果说在推出 UMP45 时 ，HK 公司还只是向客户提供一个除去 MP5 的另一个选择，并非完全取代。但是 UMP9 诞生之后 ，HK 公司的意图就暴露得很明显了，取代 MP5。只是很明显 ，HK 公司的计划没能实现。诚然 ，UMP 系列要比 MP5 更好，既吸收了 MP5 的成果，又利用了 G36造势，等于说有2大名枪护航，销量也不错。到目前为止，依旧有37个国家使用 UMP 系列。加上性价比更高、结构更简单的优点 ，HK 公司在推出 UMP40 之后，就停产了相同口径的 MP5。但是 UMP9 冲锋枪没能取代 MP5， 没办法 ，MP5 声望太高了 ，UMP9 还没办法取而代之。此外 ，UMP 系列冲锋枪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性价比比 MP5 更好，但是其本身的前景不行，销量远不如 MP5， 甚至还有被打入冷宫的可能，这是为什么呢？在特种作战中，步枪弹的威力太大，穿透力太强，不适合在人口密集的环境中使用。而且军用的突击步枪长度接近1000毫米，也完全不符合近距离作战的要求。所以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特警队很少在城市进行特种作战时使用手枪。而手枪较低的射速、较低的火力持续能力，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主战装备。于是发射手枪弹精度好、火力压制强的冲锋枪成为特种部队的首选。在20世纪下半叶，各国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 MP5。1965年 ，HK 公司研制的第一支 MP5 冲锋枪问世之后，便开始了征战之路。在其后的20年的时间里 ，MP5 成为了 HK 公司最畅销的枪械，并被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HK 公司甚至直接在官方网站上表示 ，MP5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冲锋枪，可见 HK 公司有多膨胀。就知名度来看 ，MP5 就是冲锋枪领域的老大。不过老大年龄大了也要退位，在取代 MP5 方面 ，UMP 绝对是够格的。就当前的眼光来看 ，MP5 的滚柱半自动枪机的结构相当复杂，看起来很帅的 HK Sleep 上膛也只是中看不中用的无奈之举。它没有空藏挂机功能，需要手动将枪机拉回。这东西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从精度来看 ，UMP 也不比 MP5 差。至于为什么没能取代 MP5？火力军只能说，并非 UMP 系列不够好，而是冲锋枪本身出了问题。UMP 只是有些生不逢时，在21世纪，短突才是未来。比如 AKS-74U、M4、G36C 等枪械。就尺寸来看 ，UMP 在冲锋枪里面属于绝对的大块头，与同场的 G36C 短突相比，没有太大的体积差距。就体型来看 ，UMP 就不适合作为个人防卫武器使用，在实用性上存在一定的限制。
而且自由枪击式的武器天生不适合在自动模式下进行精准的点射，在实际使用时，9毫米自由枪击式枪械在自动射击时的后坐力比 AR-15还要大。巧的是，在21世纪，突击步枪是越来越短的。这个问题就来了，大小重量差不多，后坐力甚至更难控制，威力还不如步枪弹。如果换成是你，是选择短突呢，还是 UMP 呢？答案不言而喻。仅从作战的角度去考虑，选短突比冲锋枪的实用性会更广。这点可不是火力军瞎说的，在班族武器中，冲锋枪已经被步枪取代了。冲锋枪与步枪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弹药不同，冲锋枪使用手枪弹，而自动步枪使用步枪弹，二者在装药量上不太一样。手枪弹更短，枪口动能更低。相比较步枪而言，冲锋枪的传统优势就是小。冲锋枪还装备部队的时候，主要是作为辅助军事人员的自卫武器，比如驾驶员、后勤人员，装备轻便短小的冲锋枪比步枪更合适。其次就是火力密度，早期步枪只有单发或者半自动射击，而近距离交战时需要火力密度。在二战期间，美苏步兵的作战方式就是以机枪作为火力核心，其他作为辅助火力，冲锋枪作为近战火力补充。但自动步枪普及之后，冲锋枪的地位就不断缩减。相比较冲锋枪，突击步枪打穿防弹衣的能力更强，并且适应更多场景的作战。冲锋枪只是适用于近距离，而突击步枪在远距离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保证精度。在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的冲锋枪都是9毫米弹药，设计这些枪的目的就是以自卫、警用、特种部队为主。比如物资冲锋枪，设计之初的目的就是给装甲兵、驾驶员提供一种轻型武器。MP5 也是瞄准警用市场。只是即使如此，突击步枪也没放过冲锋枪。随着短突的普及，特别是长度在 0.6 米到 0.8 米的步枪，使得冲锋枪的优势进一步缩小。在军队中，即使使用自卫武器，也大多都是短突。现在的冲锋枪主要是警用，后坐力更低，更容易掌握。手枪弹的穿透力更低，在城市中使用可以避免附加伤害。警用使用距离远低于军用，所以冲锋枪在现代更多的是追求精度和易用性。代表作就是 MP5。总的来说，在特种作战中，冲锋枪大部分场景被短突击步枪取代，当然还会有一些卫生武器作为特种武器单独装备。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特种部队会选择 UMP45、点45这种亚音速弹与消音器更配。低初速大口径，这个大概是冲锋枪这个类别在军队中最后的倔强。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虽然 UMP 的价格更低，性能也不比 MP5 差，但是就是无法取代 MP5。对于那些已经采购 MP5 的国家，换枪的首要选择是短突，而不是 UMP 冲锋枪。当然，短突也有自己的问题，简单的缩短武器可能导致的可靠性问题，比如 AR-15 缩短枪管的程度是有极限的，而且原本给长枪管使用的弹药给短枪管使用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后坐力增大、枪口焰增大、初速降低等。而冲锋枪使用的手枪弹本来就是给短枪管的手枪使用的，压缩体积的空间更大，这个或许是冲锋枪发起反攻的机会。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UMP 系列冲锋枪没能取代 MP5 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